怎么会这样？早上出来的时候还好好的。没事啊，大夫都说了，我爸度过今晚就没事了。哎呀，子杰，我们这么多人在这儿没用，你带着兰姨先回去吧。啊，哥，今晚我来守吧。哎呀，先回去，我在这守。明天早起来你过来替我，行吗？ 世军啊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你随时给家里打电话啊。放心吧，我爸以前受过比这更重的伤，他都挺过来了，这次没问题。是不是得罪了谁了？我这几天啊，心里老是七上八下的，就知道出什么事儿。结果你看你爸他……妈，刚大夫不说了吗？我爸没什么大碍，别担心我啊。可是你是我唯一的儿子，我以后还要靠你养老呢。现在你爸又出了这事，公司里肯定是乱七八糟的。儿子呀，你可一定要好好表现表现，千万可别让你老大占了上风啊！我的老妈呀，这时候是说这事儿的时候吗？你看你这孩子，我这都不是为了你好吗？陈启泰他该死！许阳，注意你情绪。你先冷静冷静。我问你，你为什么说陈启泰该死？是他逼得我爸跳楼的。你爸跳楼的事儿，我们已经调查清楚了。案发现场许多群众证明，你爸是自己跳楼的。你为什么还要咬定陈启泰呢？我刚才都跟你们说了，你们为什么不信？娘，我们办案是要讲证据的。证据？我没证据，但我知道他陈启泰不是好人，你刚才就不该救他。陈启泰是不是好人，你也不该持刀伤人呐。即便陈启泰像你所说的那样，那也有法律制裁他呀。你这样做，不把自己一辈子毁了吗？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当年我一时糊涂犯了大错，现在后悔也晚。你要惩罚就惩罚我一个人吧，千万别迁怒了我的自己。只要他好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求菩萨您保佑我平安顺利。你干什么你？让开车！来人呐！救命啊！丢不稳！新文儿，不到。来跟我来一下。哎，张宝金，
这是你的释放证明。快30年了，你总算熬出来了。老张啊，在咱们司民间，你的资格比我还老呢。想想当初我实习那会儿，你已经是这儿的小组长了。哎，那是哪年来着？1985年。啊，你记得比我还清楚呢。现在你这个岁数出去还不晚。出去以后啊，好好的适应一下外边的环境，好好的享受享受天伦之乐啊。报告管家，我不想走。不想走？嘿，真新鲜了。我接送那么多人，还从来没看见过不想离开这儿的人呢。报告管家，我进来都快30年了，我都这个岁数了，出去还能干什么呀？我还是留在这儿继续改造吧。老张啊，你就不想出去看看自己的家里人吗？管家，这么多年了，您见过有人来探过我的监吗？别说亲人，我在外边兴许连个熟人都没有了。不是给你开了封介绍信吗？你出去以后啊，如果实在找不着地方，你就按信上的地址去找啊，人家会给你安排工作的。谁出去啊，都得有一个适应的过程。先踏实干2年，啊，等生活稳定以后呢，找一老伴儿，哎，找一个会过日子的，啊。走，你别干傻事了，兰芳。求求你们俩别把他抓走，宝记。兰芳，你不管我们俩了，宝记。兰芳，你别干傻事。你要是会有命的。宝记。兰芳，不要抓他行吗？你们放了他行吗？宝记。兰芳。宝记。李爱主说的情况就是这样，他已经在上面签字了。看看你还有什么意见？您能帮我跟兰芳带个话吗？跟兰芳说，张宝金欠他一辈子。要是能有对他好的，对孩子好的，就找一个。行，没问题。
起我，就说我死了。没有精神方面的疾病，作案时完全具备行为责任能力。说说你的看法。领导，李红年跳楼的时候我在现场，只是当时我不能暴露。从李阳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，这孩子没有说谎，至少他能够觉察到陈启泰对李红年做了什么，才导致李红年跳楼自杀的。我没证据，但我知道他陈启泰不是好人，你刚才就不该救他。但是听他的一面之词又证明不了什么，这里面有很多疑点，比如李红年身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伤，手又是怎么弄的？种种迹象表明，李红年跳楼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。是，李阳是受过高等教育的，又没有什么深仇大恨，不会捅人的。唉，这出发点有了，不过李阳也没有掌握什么有价值的线索。李红年现在不知道什么时候醒来，只有从陈启泰身上看能不能挖点东西。我们要不要查一查盛泰公司？是个机会。哎，对了，陈启泰的大儿子陈世军是你抓的吧？是。我担心他们要拿这层关系说事儿，毕竟咱们什么证据也没有。这个画瓣要是落到陈家这几只狐狸手里，对我们取证相当不利。明白，我回避。这样好，你也可以到事发地派出所了解了解情况。真是那个姓罗的救了咱爸。你跟那个警察以前有什么过节啊？进去3年，就是被他抓的呀。那你是想？本来我是想报仇来着，不过他救了咱爸，这事儿就得两清了。请进。市局刑事来2个警察赵子杰。什么事儿？说要了解李红年的事儿。李红年能有什么事儿？大哥，这事儿你不太清楚，我来处理。你们俩先出去吧，叫他们进来。好。解决不了事儿。两位警官，有什么需要我配合的吗？我们来就是了解一下李红年在你们公司的情况。其实，他已经不算是我们公司员工了。什么意思？是这样的，在他出事以前，我们公司进行了一次很大的内部调查，发现他贪污了公司很多钱。在我们找到他之前，他已经畏罪自杀了。你发现他贪污，为什么不报警呢？我的父亲是一位很注重人性化管理的企业家。我们盛泰是一个规模很大的企业，公司里面有几千名员工，就像是一个大家庭一样。在查出李红年贪污之后，我的父亲他不希望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员工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我劝过他，说法律是公正的，可以保护正义之士，也可以惩治不法之徒。这种事情不让警方介入，就是盲目的情大于法，纵容犯罪。可是我父亲他告诉我，在这个世界上面有2样东西最重要，一样是亲情，一样就是友情。李红年对盛泰的发展立过这么大的功，不管怎么样，都不能这么对他。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念旧，不然也不可能到现在还去为李红年请一个看护。
但是好人总是没有好报。我父亲这么对李红年，李红年的儿子居然还……当天我们接到群众的报警，说是有人跳楼，我们马上就过去了。结果到了现场，什么都没有发现，就没有找到什么特别的东西。现场仔细的勘察过了，连根头发丝都没有。张宝金，张宝金，哦，我到。你原来的工作单位是铁东区红旗粮店的，你在那儿做什么工作啊？卸粮组。什么？哦，就是装卸粮食，扛粮食。可是这红旗粮店，我听说早就没了。你这卸粮组，你还会做别的工作吗？就是有点技术含量的、技术工种的工作。报告警官，我没技术。哎呀，这个可就不好办了。这有什么不好办？不好办我就回监狱呗。哎，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报告警官，我不是有什么态度。我从监狱出来，一路上走到这儿，我就觉得我自己像个聋子，像个瞎子，我像个傻子，我什么也看不懂，我什么也看不明白，我觉得我还不如回监狱待着踏实。总在里面待着不是那么个事儿。我是个刑警，办过不少案子，也抓进去过不少人。我知道，人在犯罪的时候就是个鬼，可是监狱能把鬼改造回好人，是人却要堂堂正正的在阳光底下活着。你贵姓？报告警官，我叫张宝金。我姓罗。在本市还有什么亲戚吗？报告警官，我进去前有个老婆孩子，后来我们离婚了，孩子一直就跟着他，这么多年了也没什么联系，也不知道他们现在在不在思明州了。再说了，就算是在思明州了，我也没脸见他们了。这样吧，找亲人的事儿先放一放，我先给你找个事儿干。这人交给我吧。报告，我想上厕所。老张，你现在已经不是罪犯了，和我一样，是一名合法的公民。只要不违法，想干什么都可以，不用喊报告。警官，我习惯。他的情况现在就是这样，如果现在没有经过接纳他，他就走投无路。老唐，你相信我的眼光吗？相信，一定信呀！我向你保证，老张绝对是个本分人。你罗警官介绍来的，我这100个放心啊！你看啊，我这儿也没什么重活，也就是归置店面，打扫一下卫生，办货。哎，不过这工资您看怎么定啊？什么工资不工资的？他现在最主要的是食宿问题，钱不钱的呀，你们自己谈吧。啊，我先替老张谢谢你。哎，我得谢谢您。那当年我儿子让人给绑了，要不是您拼了命的把他救出来，我能有这样的好日子？我真没有啊！行了，就过去的事儿了，咱就不说了啊。来，老张，过来一下，认识一下。啊，老张哈，哎，老张，你好，老板。以后啊，你就叫我老唐啊。任务就交给你了啊，谢谢。哎，好，谢谢您，谢谢。老张，有什么事儿呢，就给我打电话，啊，好好干啊。谢谢你啊。
好好干啊！您早啊，这一会儿来啊！哎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把我们球捡回来。对不起，我只会踢球，我从来没学过捡球。你找茬是吧？哎，你这人怎么说话呢？再说我今天就是找茬，怎么了？下次说话注意点，别把自己的舌头给伤了。哭什么呀？我这不是挺好的吗？季代，你知道我有多担心你吗？我真怕，我怕你再也醒不过来了。你看我现在这样，像是有事的样吗？我都说了，我爸命硬了。妈，行了，怎么样？伤口还疼不疼？有一点，没事，放心吧，死不了。我要是死了，我知道有多少人偷着乐呢。就冲这个，也不能死。季代，我求求你了，你千万别再说那死啊死的什么了。妈，您别着急啊，爸这不挺好的吗？爸，今天公司来了俩警察，说要查李红年的事情。世杰，哎，你和你兰姨到楼下餐厅订几个菜，回头咱们一家人聚聚。好，那我去了吧。问什么？就是说李红年在公司的基本状况。你怎么说的？我就说他贪咱们家钱了。哎，怎么能说这个事儿？爸，你想啊，如果咱们现在不说，到时候警察还是会查出来，对咱们就更不利了。还不如给李红年来一个倒打一耙。现在李红年贪污的消息已经传开了，那他跳楼就是畏罪自杀，而且警察知道你对他很宽厚，李阳捅你那一刀就是恩将仇报。对了，爸，想起李阳这个事情，我有个想法，您看是不是？我同意你的说法。既然要做戏，那索性就把戏做足。你跟警察说，我不追究那孩子，希望他们网开一面。知道了吧？还有一件事，我从来不想欠人家的情。打听一下，那个警察叫什么？叫罗征。听我大哥说，当时抓他入狱的也是这个警察。
这个姓罗的倒是跟咱们家有缘啊。对陈启泰的小儿子陈子杰进行了排查，现在盛泰正是由他在接手日常工作。据陈子杰的描述，陈启泰平时非常维护手底下的员工，而李洪年是盛泰公司在创业的时候就在的老员工了。所以就是因为这一点，陈启泰明知道李洪年有贪污的迹象，却既往不咎，就是怕他因为这个坐牢。根据你的观察，他叙述的这些情况有没有漏洞？何止是没有漏洞，简直让人感动。感动？在查出李洪年贪污之后，我的父亲他不希望，也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员工接受法律的制裁。我的父亲就是一个这样的人，念旧，不然也不可能到现在还去为李洪年请一个看护。但是好人总是没有好报，我父亲这么对李洪年，李洪年的儿子居然还……看他那个样子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就算是假的，也跟着感动了一把吧。一个合格的刑警，不能被情绪和态度所左右。你们要从你们所看到现象的背后，查到你们所要了解的真相。秦月，你还是缺练呢。老罗，说说你那边情况。我找过管片的王所，他第一时间就赶到了现场，但是什么痕迹也没有。你怎么看？我觉得王所的行动很快，但是有人比他动作还快。您凭什么认为李洪年的跳楼是与陈家父子有直接关系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为什么怀疑陈启泰？基于两种考虑。首先，李洪年作为盛泰的老总，事业有成，这样一个前途远大的人，为什么要跳楼自杀呀？他跳楼的动机本身就值得怀疑。第二，李洪年贪污盛泰集团的钱被发现，这事儿可能是真的，否则陈子杰完全没有必要专门卖我们一个破绽。也许这件事就是李洪年被害的诱因。就算我们现在去追查盛泰的账目，恐怕已经来不及了。他们应该在第一时间就动了手脚，要不然陈子杰没有必要卖这个破绽给我们。陈氏父子不简单呀，经侦处这么多年，也没有抓住他们的直接证据。李阳的证词里，除了可能就是也许，根本构不成证据，对我们的调查也是一点帮助都没有。那照你的意思是说，目前为止我们的线索全断了？也许有人正盼着我们这么认为呢。线索是断了，但是李洪年坠楼，我认为是恶性事件。我提议成立李洪年专案组，围绕着李洪年一案，与经侦科展开深入调查。好，我同意。这样吧，今天的会呢，咱们就到这儿，下边抓紧时间。等等，李洪年虽然没有醒过来，但是我们不能放弃，更不能掉以轻心，一定要想方设法找到新的线索。110指挥中心接到报警，东湖有案子。好，出发。
警察同志，你们可来了！你看他们把司机打成什么样了？来，在那边，我带你走。警察同志可要给我们做走了。找他们谈谈。好。今天是我值班，下午6点快下班的时候，来了一群人，打了正在排班的司机。来了几个人？大概7、8个吧，手里都拿着棍子。为什么打司机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这伙人进来，二话不说就直接打人。开始我还以为是什么人来寻仇呢，后来问了几个司机，说一个都不认识。他们怎么来的？有没有开车？看没看清车牌号？那我说不好了。他们一动手，我就藏起来了，要不连我也得打。后来我看情况不对，就直接打电话给经理了。我接到保安电话，说总站被砸了，就赶过来了。到这才知道线上的司机也被打了，我觉得挺严重，我就报了110。线上的司机也被打了，你们这趟线开了多久了？我们这趟线是公交公司上个月才批的，刚干了不到1个月。得罪了什么人没有？没有啊，我们这帮老实巴交的司机，天天就是跑车，挣钱就是养家糊口。你说我们得罪能得罪什么人呢？你说？别着急，我问你一下，打你这几个人以前你见过吗？从来没见过。现在你还记得他们长什么样吗？天儿也晚了，我也有点害怕，已经不记得他们长什么样了。他们跟你说什么了？他们说不让我再去东湖那个地方了。我要是再去那儿的话，他们还得打我。哎，你们几个怎么看？哦，对，我认为司机们说的这些人可能是路霸。853路公交车是有运营许可证的，而且走的都是繁华地段，所以效益应该非常不错。我认为他们可能是抢了黑公交车的路线。你也知道，干黑公交车的这帮人都不是什么善茬，他们就是要搞这种恶性竞争，所以才选择对司机下手。那重点路段呢？东湖区。分析的不错，老罗。展开调查。好嘞。今天可真吓死我了！我刚一下车啊，就一大帮人跑上去把那个司机给打了一顿。你今天坐的哪路车853啊。那会儿长什么样？你看清楚了吗？当时情况也挺乱的，我也没有看清楚。哎，我还报警了呢。哎，哥，你在查线索啊？你说这都是些什么人干的呢？肯定是坏人。小磊啊，你最近工作顺利吗？哦，挺好的，领导同事都对我挺好的。你们董事长是不是叫陈启泰呀？哎，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前2天救的那个人就是他。哦，我前段时间是听说董事长受伤了，啊，原来是你救的。哥，你真厉害。哎，你是在企划部吗？对啊。那平时都接触什么人啊？能接触到陈氏父子吗？平时也就接触一下企划部的领导什么的，像那些高层啊，接触不到。哎，哥，你问这个干什么呀？小磊啊，要不然换工作吧？为什么呀？我现在工作挺好的呀。哥，你是不知道现在找一个工作有多难，特别是像我这种又没有学历又没有经验的，找一个端茶倒水的工作都特别不容易。那行，再说吧。哎哥，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事情啊？
没有，就是听说你们公司挺乱的。嗨，他们乱他们的，我能把持好自己，哥你就放心吧。再说了，那些高层啊，我也接触不到。对不起，杰总，对不起。谢谢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杰总，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新来的。嗯。哪个部门的？企划部。罗磊。好好工作。杰总好，杰总好。来，厉害啊！哎呦，我有什么厉害的？你能让杰总一个劲儿跟你笑，还帮你捡东西，这还不厉害呀？人家那是客气。客气？你问问全公司上下，杰总对谁客气过？他从来不对员工笑吧？我看呀，这回肯定是破天荒了。杰总呢，八成是对你……好机会留给你们两个吧，我先送资料去了。这种好事能落我头上？大哥，来，坐。爹，我问你个事儿啊，你说。那个李红年是怎么回事？哦，他黑了点公司的钱，而且复制了很重要的文件，如果泄露出去，对咱们会很不利的。文件重要吗？重要，就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账目。放心吧，警察来之前，我让陈叔都清干净了，查不出来。哦，那他跳楼是自找的。我听说他没死。其实跟死了也差不多了。他万一要是醒过来呢？没万一。哥，这件事情我都安排好了，你就别问了。你不会是要下手吧？哼，斩草得除根呐。大哥，爸爸之所以不让你沾这件事情，就是怕你会乱来。现在公司越做越大，在社会上面有很强的影响力，树大招风，咱们不能动不动就这么解决问题。再说了，咱们是在做生意，是在正常经营。你那些狠招能少来就少来，会惹麻烦的。行，我都知道了啊。大侄子，哟，孙叔，您来了，来，坐。哎呦，世军，哎呦，你出来了！哎呦，哎呀，好。哎呀，里边的滋味不好受吧？当初孙叔就劝你，别在外边瞎闹，你不听啊，结果怎么样？哼，今天我还得再劝你，长点记性，已经不小了，不能再像年轻那会儿总在外边打打杀杀的了，得学学子杰，多干点正经事儿，啊！子杰啊，你的那份计划书我们看完了，挺好。好，孙叔，那我就让人下去安排做了。先别忙啊，你的想法是挺好，可这想归想，干归干，投资地产可不是小孩过家家，那是要拿着真金白银去赌博。赌赢了当然好啊，大家发财；赌输了算谁的？谁负责？孙叔，其实我这个计划书，你是有本事，这个我们都看在眼里。可是子杰呀，在生意场上，那不是谁有本事谁肯定就能赢。那些个投资失败、
家破人亡、被逼得跳楼的人，就都没你的本事大？不一定啊，大侄子。你的温度，就算我站在远处，你的眼睛像淡蓝色的湖，里面养着你想要的呵护。我笑了看着你翩翩起舞，转过身突然想哭。就像这首歌很快会结束，不愿你迎着孤独。你是我的恋人，愿为你付出，只是我们选择了不同的路。有一种使命深藏在我心中，我更在乎。这漫漫长路，在某个起风的夜，我会想起曾让我温暖的你的笑容，你的舞步。我可以感觉到你的温度，就算我站在远处。你的眼睛像淡蓝色的湖，里面养着你想